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那些不了解大脑特性而盲目努力的人，在各种情况下都感到困惑和痛苦。他们经常感到头脑不清晰，工作和学习效率低下，缺乏动力，记忆力差，感到自己行为的局限性等等。这些问题是每个人可能经历过的，也是常见的困扰。脑医学专家指出，不了解大脑特性的人，即使下定决心要努力，也难以保持动力和专注力。然而，如果您能充分理解大脑的特性，并掌握与之相适应的方法，那么困扰您的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。请了解大脑的惊人力量，它可以改变您和您的生活。今天我要讲解的是东北大学嘉陵医学研究所龙敬之教授所著的《让大脑清醒的一个习惯》。今天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一、关于让大脑清醒的一个习惯；二、激活大脑开关的具体方法；三、让大脑清醒的3个有效步骤。首先，让我们从第一点，关于让大脑清醒的一个习惯来开始解释。人类的大脑有一些简单的本能需求，比如想吃饭、睡觉、休息，以及追求愉悦的事物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追求幸福。每个人都希望在舒适和喜欢的环境中过上安全放心的生活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然而，在繁忙的现代社会中，人们经常忽视大脑作为生物体的这些基本需求，结果可能导致大脑进入停滞状态，导致缺乏工作动力。您是否在日常生活中体验过幸福的时刻呢？如果您无法感受到幸福，甚至从未体验过幸福，那么您应该引起注意了。您的大脑可能接近于睡眠状态，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况。缺乏动力，难以集中注意力，记忆力衰退，无法达到预期效果，这些都是忽视大脑需求、无法感受到幸福的表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大脑会像陷入睡眠般变得迟钝。您无需担心和困惑，因为只需唤醒大脑即可。让大脑感受到幸福和满足是关键所在。通过追求让自己快乐的事物，打开大脑的开关，激发大脑原有的动力和专注力等潜能。为了提高新的幸福度，你应该积极采取行动，这正是本书的核心。这个行动就是积极的去做自己喜欢和舒适的事情。您可能会认为这很自然，但数据表明，这种做法确实能够让大脑更加活跃。研究显示，积极追求自己幸福的人在生产力和创造力方面表现更好。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家索尼娅·柳伯米尔斯基的研究，人的幸福感有60%来自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，剩下的40%的幸福感则取决于人们自身的行动。也就是说，40%的幸福感取决于您是否采取行动去追求更幸福的生活。根据在大数据领域领先世界的研究者石野河南的研究结果，那些感到幸福的人更为活跃。他对员工的身体运动量进行了测量和问卷调查分析，结果表明，感到幸福的人在工作效率上提高了37%，在创造力上提升了300%。从这些研究结果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，并非取得成就的人才幸福，而是幸福的人更容易取得成就。这也符合大脑的特性。大脑通常只会认真对待自己喜欢和舒适的事物，只有当您积极从事这些事情时，才能取得成效。相反，如果您勉强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，即使努力，也难以发挥动力和专注力，因为这违背了大脑的需求。当大脑处于满足和幸福的状态时，它会带来新的成功。当大脑判断某件事物舒适和愉快时，它会释放名为多巴胺的神经递质。如果您感到困惑，不必担心，您只需要唤醒大脑。为此，让大脑感受到满足幸福感的需求是关键。通过追求让自己快乐的事物，您的大脑会释放多巴胺，这是一种带来愉悦和幸福感的神经递质。这一过程称为奖励回路。这种奖励回路与大脑内的欲望、自律神经、下丘脑、侧坐核、海马体以及我们的指挥中心、前额前皮质等区域相连。值得注意的是，
奖励回路在多巴胺的作用下活跃的时刻，并不是在获得心中所愿的事物时，而是在感觉自己即将获得它的时候。当我们采取行动去追求让自己生存和快乐的事物时，我们的大脑会产生快感，激发我们的动力和专注力。因此，如果您只是被动等待，奖励回路就不会被激活。主动追求幸福的意愿是关键。当然，要积极行动并提升主观幸福感。您需要知道什么能让您感到幸福。问题在于，人们往往关注自己认为会让自己幸福的事物，而不是那些真正让自己幸福的东西。例如，许多人为了将来的保障选择某份工作，但后来发现自己对这个领域根本不感兴趣。或者，有些人受到社会潮流的影响，购买了与自己经济状况不符的房子。如果您追求的并非自己真正渴望的东西，您就会感到不快，并且难以激发大脑的动力和专注力。这时，你应该冷静思考，判断你所追求的东西是否真的会让您幸福，不要被社会或他人的评价所迷惑。接下来，我将解释第二点，激活大脑开关的具体方法。要激活大脑，关键在于主动行动来积极追求幸福。那么，如何在不受世俗价值观影响的情况下，找到让自己幸福的事物呢？有2个关键点值得注意。要点1：满足好奇心的生活。你要了解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和感兴趣的领域，并追求它们。要激活大脑，获得幸福和成就，绝对不能放弃满足好奇心的生活。要点2：要拥有能够享受沟通的朋友。与他人建立联系和交流是我们的本能需求，因为人类自古以来就过着群体生活，这种生存本能已经内化在我们的基因中。当你意识到自己能够与他人顺利沟通时，大脑会被激活，充分发挥其潜能。好奇心和沟通是大脑的本能需求，通过追求这些，满足大脑的需求，让大脑感到快乐，这2者能同时提高大脑的功能。近年的研究表明，无论年龄多大，大脑的功能都可以得到提升。在我们的大脑中，神经细胞之间会形成名为树突的网络，这些树突是信息传递的路径，使用的越多，它们就会变得越粗壮牢固。通过追求好奇心和与他人交流等新的体验，我们可以增加这些树突。这意味着，通过选择提高主观幸福感并积极行动的习惯，我们能够持续保持大脑的活跃，从而激活大脑开关，促使大脑在生理上发生变化。您的幸福与大脑的健康息息相关。海马体是负责记忆的部分，它的神经细胞也可以再生。成年人可以增加海马体的容量，提高记忆力。海马体对大脑的指挥中心前额叶有重大影响，因此海马体功能的提升对前额叶的功能也至关重要。令人惊讶的是，有氧运动可以促进海马体神经细胞的生长，提高大脑与记忆力，从而影响前额叶。大脑指挥中心能力的提升意味着整个大脑的发育能力也会提高。您可能听说过运动对大脑有益，这正是其中的原因。通过有氧运动可以增加大脑的内存，提高信息处理能力。有氧运动对大脑的影响不仅如此，它还可以促进与快乐和动力相关的多巴胺，提升瞬时分析能力的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，以及调整多巴胺和平衡去甲肾上腺素的血清素的分泌。这些都是与思维和情绪有关的神经递质。有氧运动不仅能增加大脑的容量，还能提升大脑的能力。当然，它还能维持或提高心肺功能和运动能力。所以，这绝对是一个值得尝试的选择。为了激活大脑，您需要持续进行满足好奇心、与人进行沟通交流和有氧运动这3个步骤。坚持这些对大脑有益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。请记住，无论多大年纪，您都可以改变和提升大脑。在保持对大脑有益的好习惯时，要注意避免过度努力。过度努力或勉强做自己不喜欢的事，会让大脑产生不愉快感，从而降低效果。长时间的过度努力还会导致压力激素皮质醇的分泌，进而导致海马体萎缩。
海马体萎缩可能引起认知症等各种疾病。过度努力不仅无效，还可能造成压力，对大脑产生不良影响。有许多人很勤奋努力，但过度努力对大脑却十分不利。选择那些自己喜欢的、难度适中的挑战，让自己保持身心轻松。接下来我将解释第3部分，让大脑保持清醒的3个有效步骤。我们将深入探讨前面提到的唤醒大脑的3个步骤：满足好奇心、与人进行沟通交流和有氧运动。首先，让我解释第1步，通过满足好奇心来激活大脑的原因。好奇心是对未知事物的兴趣，它能带来更幸福的体验。这种期待会引发多巴胺的释放，让大脑感到愉悦和满足。好奇心是大脑的美味佳肴，大脑总是渴望探索更多幸福，寻找让自己更快乐的事物，这些都体现了好奇心。例如，与喜欢的朋友一起享受美食，参与自己热爱的活动或工作时，时间总是飞逝而过，这是因为大脑高度集中。同时，多巴胺的释放可以缓解压力，即使活动后身体感到疲惫，但由于精神上的满足，你会觉得精力充沛，并对接下来的工作充满动力。许多人在无压力、单纯享受快乐的时光后都有类似的感受，特别是对工作或兴趣产生好奇心时，你会展现出极高的动力和专注力，从而取得卓越的成就。这些成就会成为下一次努力的动力，并让大脑保持活跃，实现更好的表现。接下来，我将解释激活大脑的3个步骤中的第2步：沟通对大脑的影响。正如好奇心是大脑的美味佳肴，沟通也是大脑感受喜悦的重要行为之一。作为社会动物，人类的大脑在与他人共情、相互交流时会变得活跃。相反，如果沟通能力下降，人们可能会面临严重的挑战。沟通问题是导致离婚的主要原因之一。近年来，新型抑郁症的增加与沟通不足也有直接关系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长期缺乏沟通可能会让大脑处于半休眠状态。在沟通时，大脑的各个区域都在使用并变得活跃，因此持续缺乏沟通意味着错过了让大脑综合活跃的机会。大脑中的核心部分是前额叶，包括前额前野、运动前区和运动区3个部分。前额前野是思考和沟通的中心，负责语言理解、沟通、计划、决策、意识、专注、行为控制、情绪调节、创造力和记忆控制等。前额前野占据人类大脑约30%的区域，这一比例在人类以外的生物中是没有的。这正是人类能够进行复杂精神活动的原因。如果前额前野功能退化，可能无法正确指挥运动前区和运动区，导致无法实现预期的行为和思维混乱。最终，这可能影响社会生活能力，并与抑郁症有关。通过日常沟通，激活前额叶，对于在共存社会中保持人类本质的生活非常重要。接下来，我将解释激活大脑的3个步骤中的第3步：通过有氧运动增加海马体的体积。有氧运动被认为能够促进海马体神经细胞的再生，从而有助于控制记忆的整体功能。无需进行激烈运动，每天30分钟的步行就足以增加大脑海马体的体积。这种效果与年龄无关。美国匹兹堡大学等研究团队在2011年发布的研究显示，连续6个月进行有氧运动的55岁以上人群，其海马体体积有显著增加。研究对象是50至80岁的120名健康男女，随机分成2组，一组进行每周3次、每天40分钟的步行有氧运动，另一组则仅进行拉伸运动。6个月后，进行有氧运动组的左右两侧海马体体积都增加了大约2%，而仅进行拉伸运动组的左右两侧海马体体积则减少了1.4%。这项研究的作者之一埃里克森教授表示，只要坚持1年适度运动，就能增加海马体的体积。有氧运动通过深呼吸摄入氧气，并利用氧气燃烧脂肪为肌肉提供能量。这类运动包括从低到中等强度的活动，如步行、慢跑、骑自行车、健美操和游泳。持续进行有氧运动
能够增加海马体的体积。相反，停止运动可能导致海马体体积缩小。希望通过轻度运动保持体力或减肥的人，可以将促进海马体增长和提高记忆力作为额外的动力，从而更容易坚持运动。进行有氧运动时，无论是步行、慢跑还是骑自行车，关键在于保持稳定的心率。保持一种适度提升心率的运动是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部分。具体来说，心率在每分钟90到100左右的运动已经足以刺激海马体。这是筑波大学大学院人类综合科学研究科的曾世英昭教授于2014年发表的研究中所指出的。相较于跑步，快走或慢跑通常能够达到这个心率范围。每天持续10分钟的运动，2周后大脑神经细胞会增加，6周后认知功能得到提升。即使是每天10分钟的慢跑，也能提高大脑功能，这令人惊喜。然而，增加运动量并不会加速海马体神经细胞的增生，过于激烈的运动反而可能抑制海马体神经的再生，甚至导致萎缩。这种情况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。为什么会出现相反的效果呢？因为过度运动会导致身体疲劳，成为压力源。过度的压力会导致大脑分泌皮质醇，这种激素本意是应对压力、提高血糖水平和提供能量，但同时也会抑制海马体神经的再生，并导致动脉硬化。因此，过度疲劳和压力可能会让您在接下来更不愿意运动，从而难以增大海马体体积。与其过度运动，不如每天花10到20分钟步行，即使时间有限，也可以尝试多用楼梯而不是电梯，或通过其他方式保持日常活动。这种做法对大脑和整体健康都有益。以上是关于激活大脑的3个步骤的详细介绍。我们常常因为忙碌的工作而忽略了自己，忘记了大脑真正需要的幸福和满足。积累的压力可能导致身心健康问题，甚至可能因抑郁症而提早出现认知症。本书的核心是通过选择主观幸福并积极行动来提升自己的幸福感，对自己宽容一点，允许自己追求幸福，这样会帮助大脑保持健康。如果大脑长期无法体验到愉悦和满足感，人们可能会逐渐失去对真正渴望的事物的记忆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应该追求自己喜欢的事物，与重要的家人和朋友共度快乐时光，保持健康的饮食和充足的睡眠，维持身心健康，这些都是大脑的需求。我们应该尽量给予他们优先权，每天至少有1次或每周至少有1次，利用休闲时间让大脑感受到幸福，为自己创造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物的时间，避免与不愿见的人接触，优先与想见的人在一起。要确保将适度的有氧运动融入生活，避免被当前的环境所困扰。即使无法完全脱离现状，也要追求精神上的放松，尽量在日常生活中加入适度的活动，避免过度的压力。如果已经满足了一些需求，那么继续补充不足之处，勇敢追求自己的人生幸福，让大脑变得健康快乐。大脑越是感受到幸福，它就越能够充分发挥潜力，激发动力和集中力。我们有权获得更多的幸福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